头戴毛帽、神情憔悴，大马歌手黄明志5号凌晨终于现身马来西亚金马警局总部投案。另外，他还在社群上发文提到，自己刚从马来西亚的新山到吉隆坡，接下来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给社会大众和死者家属一个交代。我不会逃，之前7次通缉都是自己主动报到，我不曾逃过。不过4号逮捕黄明志消息曝光后，大批媒体前往警局，但黄明志都没现身。根据大马媒体报道，黄明志手机关机，经纪人电话讯息都不接不回。移民局出入境记录中也没有查到黄明志的出境记录。警方追查黄明志超过6小时，一度将黄明志列入通缉名单。大家好，我是玉说，知名歌手黄明志这次真的出大事了。就在这周，黄明志突然在社群上发布了一篇声明。开头就说到，又看到一则捕风捉影的新闻，本人感到非常突然，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不相信。之前没有回应是因为案件还在调查，我们不可以透露案情。这几天我们也遭受到了 blackmail 勒索，如果你想继续玩，我们随时奉陪到底。对于佑星的猝死，我们深表遗憾。救护车迟到将近1个小时，我真的不知道999这个号码是拿来做什么用的。网红谢佑星日前传出在马来西亚猝逝，根据他的好友说法，是去海外工作发生了健康意外。马来西亚医院报告也指出，死因是心脏病发。不过家属认为谢佑星平时身体健康，实在无法接受这个死因。不过稍早，马来西亚的媒体报道有了最新的进展。根据大马警方透露，谢佑星是在饭店的客房内的浴缸昏迷，歌手黄明志也在现场，甚至进行了 CPR， 但抢救无效。事后，黄明志向警方供称，在谢佑星进去浴室洗澡后，黄明志发现浴室没有传出水声，所以才进去查看，发现谢佑星已经昏迷，才会实施 CPR。警方也没有在谢佑星身上发现任何外伤，只是随后远警在黄明志的身上搜出了疑似毒品的9颗蓝色药丸，当场将他逮捕。但针对是不是持有毒品，黄明志在庭上否认有罪，随后就缴付了保释金而离开。不过目前黄明志这一方面没有任何回应。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资讯量很大？我们先来抓几个重点。第一，黄明志在他的声明中等于承认了事发当下他人就在现场。第二，黄明志就是这起命案的关键重点调查对象。第三，新闻报道指出，谢佑星是在10月22号出事的，但在这2个礼拜内，黄明志像完全没事的人一样，照样发文上架搞笑影片。你们看，这是黄明志10月22号当天上架的影片。这样没有手，我没有办法，没办法。我们现在到了 Geras 的 Night Market 这里，看谁会把地上的钱包还给阿妈。我们还有100块。直到媒体把他跟这件事连在一起，黄明志才紧急发布了这篇声明。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跟我一样纳闷，为什么黄明志能够对于一个与他共处一室并且意外离世的朋友表现得如此冷漠呢？甚至当下连一篇哀悼的文都没有。这不禁让人怀疑，这真的是一场意外吗？还是这件事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呢？就在黄明志涉入命案的新闻报道出来之后，马上另一位台湾籍的大尺女优娃娃翁雨辰也发文了。她表示，今年的3月你邀请我到马来西亚，整整3天，我只有第1天有 po 限动，因为后面就被你带去了一个神秘的旅行。你说你只有跟我一个人这样，你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你说服了我尝试了一些东西，你告诉我你爱我的灵魂，你说我是最特别的，原来都是骗人的，因为你不只跟我这样做，原来还有其他女孩也是接受你的邀请，原来我根本只是你其中一个玩具，对不对？我一直守着这个秘密，因为我相信你真的只有跟我在一起才会碰这些东西。我们10月中还约好11月要再去马来西亚找你，因为你说你很想念，原来我只是众多还没死去的女孩其中一位罢了。这篇贴文一出来，网络马上就炸锅了，网友都在问翁雨辰说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巧的是，就在同一天，马来西亚的媒体也报道了警方的说法。根据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指出，黄明志的初步验尿结果竟然对4种毒品都呈现了阳性反应，包含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K 他命，还有4氢大麻酚。这下子汪雨辰说的那些东西是什么？答案就已经很明显了。有网友跑去跟汪雨辰说，记得去戒毒。他回复说，回国后我什么都没有碰。这不就等于承认了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确实有碰毒了吗？整件事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是，警方还原了事发现场。根据马来西亚新洲网的报道，黄明志发现谢佑星没有生命迹象后，拨通了999叫救护车。在救护人员抵达时，黄明志竟然没有向救护人员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试图逃离现场，结果刚好被同楼层执行的警察拦截，当场逮捕。他被捕后向警方供称，他与谢佑星共处1夜，
两人是为了拍摄影片在进行讨论。然后女方进入浴室很久没出来，她进去看后才发现对方已倒卧在浴缸内，虽然立刻做了 CPR， 但仍然回天乏术，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警方的发现完全打脸了他。警方进入房间后，发现谢佑星虽然倒卧在浴缸内，但浴缸内跟地面都没有水渍，是一个干燥的浴缸。而且黄明志当时神色慌张，警方还在他身上搜出了9颗蓝色小药丸，同时将他押回警局验尿。验尿的结果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对4种毒品呈现阳性反应，完全打脸黄明志在天文中所说的没有吸毒。这9颗药丸一开始大家以为是威尔刚，但后来验出很可能是俗称 MDMA 的摇头丸，这同时也是黄明志验尿呈现阳性反应的毒品之一。可怕的是 MDMA 会导致体温飙高、心律不整，就算是少量也可能会引发心脏衰竭或猝死，这完全符合谢佑星的死因。而黄明志自清的那篇天文发布之后，就有谢佑星的朋友在底下留言：我上周一就敲你说我找不到佑星，你今年跟他有联络，你干嘛不回我？也有网友留言，请问为什么当下第一时间要跑，不能好好等警方来做笔录？食品为什么会在身上呢？还有为什么谈工作合作会在房间谈，怎么不在正常的场合谈？难道没有工作室吗？回答得出来吗？但也有部分网友逆风留言说，警察就一定没问题可信吗？那我是不知道。不过黄明志本身就跟马来西亚政府不好的那种事情，我只能说是吃定了，说什么也没用。只是原来很多人还是相信没有根据的，反正这事情看来我都不信，问题太多了。从这个逆风的留言可以看出，在公众面前，黄明志是一个敢怒敢言、冲撞体制的形象著称，就像他那首红遍全亚洲和陈芳语合作的《玻璃心》，表面上是一首抒情歌，实际上歌词是句句暗讽中国大陆小粉红，导致他被中国全网封杀。当时 BBC 等国际媒体都报道，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畏强权、追求言论自由的艺术家，声称自己的创作只是诚实的反映所见所闻。他不但挑战了北京的红线，在马来西亚也多次因为作品内容而惹上麻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作品中高喊自由、反抗权威的反叛者，私下却做出这些违法的行为吗？真的是不敢相信。就在昨晚，黄明志发布了第2篇最新贴文回应，他说刚从新山到吉隆坡，稍早前已经跟警察约了时间到警察局备案以及报到，现在已经抵达警察局了。接下来我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给社会大众和死者一个交代。我不会逃，之前7次通缉令都是我自己主动去报道的，我不曾逃过。我们再回头来看，以前那个大骂房祖名说吸毒太贵，那是有钱人玩的东西，有本事吸毒还做什么音乐？明星吸毒根本就是错误示范的黄明志，现在也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了。一个高举自由大旗的鬼才，就可能在私生活中沉沦，甚至牵扯到他人的性命。这种巨大的反差，或许才是这整件事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对于黄明志吸毒事件，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想法吧。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帮我大大的按个赞，然后订阅和支持我们的频道。我是雨雨，下支影片见喽，拜拜。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卷入台湾网红谢佑星命案，5号到警局投案，在自拍时，身旁有一名绑着马尾、戴着眼镜、穿白色 T 恤的女子，一路紧跟在一旁。原来她就是黄明志的正牌化妆师女友 Sarah。长相清秀，更被说神似越南林志玲、海伦青桃。Sarah 是黄明志的造型师和化妆师，两人爱情长跑15年。过去时常跟着男友来台工作，而黄明志也相当保护女友，只要脸书有女友照片，都会打上马赛克。两人还一同现身2017年金曲庆功宴。去年传出小两口有意结婚，并在台湾置产。不料黄明志却卷入谢佑星命案疑云，更跳出一些网红爆料，指称他和女生之间一些不当连结，私生活也曝光。那这个地方主要会旺起来，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马来西亚的男性来消费，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来带货的、批发的，这样子都有。所以人家常讲这里是马来西亚的后花园，或者说马来西亚的后宫。黄明志去年3月证实，他在马泰边境开饭店，成了整个小镇最著名的娱乐场所。根据周刊报道，他还喜欢去泰国消费第三性的风俗业者极乐行程，同行友人还被要求发毒誓封口，成了外界讨论焦点。缘分来了就应该要好好珍惜。黄明志形象重创，很多机会也无法珍惜。他原本受邀今年在金门跨年晚会演出，对此金门县文化局长陈荣昌也证实，因形象问题已不适合演出，承办厂商也提出替换。黄明志过往负评和私生活被挖出，就看他能否透过法律证明自己是清白的。